中印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印军不仅没有在边境占到任何上风，反而因为后勤物资问题，快要被冻死、饿死在高原高寒地区。如今第9轮谈判结束，部分问题仍未达到共识，如何脱离接触是双方争论的焦点。印军撤军立场非常坚定，坚持要我军先撤离，并允许印军自由出入哨所。实际上，早在之前就有分析人士指出，印军根本不打算将部队从边境撤离，要不然不会至今都在边境死扛。而印度方面所提出的要求，只不过是印军为了占领我国土地，印军必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逼迫中国同意撤军方案。如今炒作中国单方面挑起冲突，就可以理解为是对中国的舆论攻势。如此一来，印军能够更好地拿到谈判桌上的话语权，故而推动撤军方案。当然，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。上述也说过，印军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都不像是会撤军的意思，可印度方面又非常清楚与我国实力的差距，以至于在此前先是紧急希望法国能够尽快交付阵风战斗机，接着又希望可以尽快得到俄罗斯制造生产的 S-400导弹系统。印度确实运输了不少的兵力在边境，但他们对自己攻击对方的能力这方面其实是没有自信的。因此，印度迫切的希望能够拥有俄罗斯的 S-400，以至于不惜跟美国对着干。在对峙中，印度没有足够的底气和信心，但又造谣印度很行很厉害。很多外界媒体把印度媒体这样的做法称之为是一种精神胜利法。说白了，印度还没有与我国有进一步要发展成为战争的迹象，该国就开始担忧害怕了，甚至近段时间想用疫苗来获取其他国家的选边站，例如尼泊尔。他们在担心自己无法与我国对抗的同时，又在担心其他国家会因此靠近我国这边，便想用这种讨好的方式。可无论印度再怎么不想示弱，采取阴险手段试图打压我国，实力差距都摆在那儿，选择长期与我国对抗只会得不偿失。这些年来，中国实力不断在提升，一度让西方国家尤为担心，尤其是美国。虽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，但是按照中国发展的速度，很难保证未来不会超过美国。这次，美国为了稳固自己的霸权地位，开始对我国进行打压威慑，试图用这样的方式遏制住我国的发展。尤其疫情期间更加肆无忌惮，公开向我国宣战，挑明中美两国处于对立面，频繁来中国附近溜达。可问题是，尽管我国的发展快得令美国恐慌，但至少到目前为止，俄罗斯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劲敌。为何美国却未闯过俄罗斯的海域？众所周知，美国海军的实力尤为强大，仅是11艘核动力航母就足以让很多国家害怕。正因如此，美军仗着自己在全球的地位，一直以来特别喜欢到其他国家的海域附近溜达，中国就是其中一个。除了疫情期间经常打着自由航行的幌子来我国海域活动以外，实际上在疫情爆发之前，我国海军就曾经多次在南海及东海区域发现了美国海军的踪迹。相比之下，很少有消息传出美军去俄罗斯海域溜达，包括我国人都非常好奇其中的原因，但他们却没有发现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一差别。先说中国，我国作为一个文明的古国，讲究的是先礼后兵。简单点来说，只要美国海军在我国海域的举动没有触及我国的底线，中国海军便只会进行拦截或警告，不会对美军展开攻击。例如，当美国海军闯入我国海域后，我国海军的第一反应就是提升自己的雷达监测技术，来为了国家的主权，却不会想到如何让美国海军下一次不敢来中国附近溜达。反观俄罗斯，向来就是个有仇必报的国家，尤其是自普京成为该国的领导人后，一旦有国家敢进入俄罗斯海域，必定会遭遇到猛烈的攻击。号称战斗民族的俄罗斯，光是从这4个字上就足够能够看出俄罗斯是非常善战的。我舰奉命撞击你舰，这个事件想必很多军民们都清楚。
美国不是没有闯过，可下场非常惨烈。所谓的警告重击并不是说说而已。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美国最终在俄罗斯的警告下落荒而逃，显然是因为该国表现出的强硬态度，毕竟该国的军事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。说白了，我国如今的军事实力可以说超过俄罗斯也不夸张，但在强硬这点上，我国没有俄罗斯那么激进。倘若我国也能在国际上表现得十分强硬，美国估计也不敢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的挑衅。或许我国想的是不愿意挑起事端，以和为贵，维护世界和平，但面对美国这样的国家，还是有必要向俄罗斯学习。美军航母战斗群闯入，要在南海摆战场，我军强势回应，最强反舰反潜武器轮番上演。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就目前的局势来看，美国换了新的领导人，也没有停止针对我国。此前所言上任的第一件事是防控疫情，也不过是一个笼络美国民众人心的幌子。疫情伴随着国内大乱，仍加速在美国蔓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再次闯入南部海域，随行的还有拉塞尔号导弹驱逐舰、邦克山号导弹巡洋舰、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和一艘攻击核潜艇。打着自由航行的理由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是冲我国来的，难不成美军要在此摆战场？作为回应，我军在随后升起大量战斗机，直逼台海南部的巴士海峡。据可靠消息证实，23日大陆军机极其罕见，在2个小时内7次进入台西南空域，共13架次，其中包括1架次运8反潜机、4架次歼16战机以及8架次轰 6K 轰炸机。对岸媒体对此表示，这是今年以来大陆军机绕台最多的一次。从此次战机的组合来看，非常具有针对性。为了应对水下的美军核潜艇，我军特意派出1架运8反潜机，在巴士海峡搜寻其踪迹。这并不是运8反潜机第一次出现在此，从去年9月份开始，该反潜机就经常在巴士海峡附近活动，针对频繁会出现在该海域附近的美军核潜艇。运8反潜机航程5000公里，巡航速度每小时600公里，可携带超过5吨的探测设备以及武器，非常适合对第2岛链以内的水下潜艇进行搜索和攻击。毕竟，美军弗吉尼亚级夏威夷号攻击型核潜艇、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以及俄亥俄级宾夕法尼亚号战略核潜艇，可谓是我国南部海域的常客。轰 6K 轰炸机在轰6轰炸机的基础上升级过后，其最大的航程可提升到7000公里，载弹量超过10吨，能携带6枚鹰击12超音速反舰导弹。鹰击12则是我国专门为美国航母量身定做的一款超音速反舰导弹。最大射程达到400公里，只需要1发就可以重创1万吨级别的战舰，且非常难拦截。现在8架轰 6K 轰炸机可以携带48枚鹰击12超音速反舰导弹，足够消灭美军一个航母战斗群了。而4架次歼16是为了轰 6K 轰炸机提供护航任务的。该战机配有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先进的武器系统，最大作战半径超过了1500公里。最强反舰反潜力量轮番上演，是我国针对美军挑衅最强硬的回应。面对我国方面的多次警告，美军依然未停止针对中国。新上任的领导人如今此举，明显是打算继承特朗普对华的政策。不论是谁执政美国，打压中国都是其永不改变的唯一策略。至此，除了针锋相对，我们已别无选择。